一晨，你知道吗？我前几天有一个外国朋友跟我说，他特别羡慕中国小朋友。让我猜猜，是不是因为红包？没错，他说中国小朋友过年的时候能收到很多红包，听起来特别幸福。不过后来我告诉了他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小时候最喜欢红包的人，长大以后往往最害怕红包。哈哈，这句话我完全同意。小时候看到红包会开心，现在看到红包，有时候会先想一下自己的钱包。对了，如果有些朋友不知道红包是什么，其实可以简单理解成一种装钱的红色信封。中国人过年、结婚或者遇到开心的事情的时候，经常会送红包。所以很多外国朋友第一次知道红包的时候，都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其实我小时候也这样觉得。前几天去亲戚家吃饭的时候，我一直在观察他们家的小朋友。你又开始观察别人了。没办法，我特别喜欢看这些生活里的小细节。那个小朋友平时吃饭慢慢的，说话也慢慢的，结果收到红包以后，整个人一下子精神起来了。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红包刚拿到手，脑子里马上出现一个问题：里面到底有多少钱？而且很多小朋友都特别有默契，红包拿到手以后，过不了多久，人就不见了。因为已经找地方拆红包去了。我记得小时候过年，家里客厅特别热闹，大人聊天，小孩跑来跑去。可是收到红包以后，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赶快回房间，然后开始数钱。而且会数很多次。明明第一次已经数清楚了，还是想再确认一次。有时候我甚至怀疑，不是为了确认数字，而是为了多开心几次。哈哈，这句话还挺有道理的。我小时候有一次特别好笑，收到红包以后，我马上跑回房间数钱，结果我妈突然开门进来，我赶紧把红包藏到枕头下面。现在想想真的很好笑。对，明明只是在数红包，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特别怕被别人看见。小朋友好像都会这样，总觉得红包是自己的小秘密。而且我小时候特别会观察红包，红包还没打开，我已经开始研究它有多厚了。看来大家小时候都差不多。有些红包看起来厚一点，我心里就会偷偷高兴；有些红包比较薄，我还会忍不住猜里面到底是多少钱。所以很多外国朋友以为中国小朋友最期待的是好吃的东西或者新衣服，其实红包也是春节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且红包还有一种特别神奇的能力，什么能力？平时不太常见的亲戚，春节的时候突然变得特别受欢迎。这个我有经验。小时候听到门铃响，我都会跑去开门。现在回头想想，我根本不是欢迎亲戚，我是在欢迎红包。说到这里，我小时候一直有一个想不明白的问题。让我猜一下，是不是关于红包最后去了哪里？对，因为红包刚收到的时候明明是我的，但是过了一会儿，爸爸妈妈就会说：“先帮你保管起来。”我小时候也听过这句话，而且我真的相信了很多年。我也是，当时觉得特别合理。而且最神奇的是，每年都相信。哈哈，对，后来长大以后，突然发现，那些钱好像再也没有回来过。所以我一直怀疑，这是不是很多中国小朋友共同的童年经历？我觉得是。小时候收到红包的时候，我们关心的是能收到多少；长大以后回头看，反而会想那些钱最后到底去哪儿了。不过不管怎么样，小时候是真的喜欢红包，后来慢慢长大，这件事情开始发生变化，因为以前是收红包的人。后来变成发红包的人了。而且这种变化来得特别突然。
小时候一直觉得红包是别人给自己的，结果有一天收到朋友的结婚请帖，发现自己也要准备红包了。我觉得很多人第一次发红包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我真的长大了的感觉。没错，以前春节最期待的是收红包，现在春节快到了，脑子里会开始想今年要准备多少红包。真的。不过，我觉得最有意思的还是小时候，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收到红包是真的开心。现在再收到红包，也很难有小时候那种感觉了。我同意。而且小时候收红包还有很多规矩。对，比如拜年的时候，刚才说到小时候收红包，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我觉得很多中国小朋友小时候其实特别努力，只是努力的方向和大人想的不太一样。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大人希望小朋友努力学习，小朋友自己努力研究怎么拿到更多红包。哈哈，对，我记得小时候每次快过年的时候，我妈都会提前提醒我，见到长辈要主动打招呼，要有礼貌，最好还能说几句吉利话。平时她没有这么认真，一到春节突然要求特别高。我家也是这样，而且那些吉利话平时根本不会说，只有春节那几天会突然出现，什么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小时候其实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是会认真记下来。因为感觉这些话和红包之间好像有一种神秘的关系。我小时候甚至觉得自己越有礼貌，红包可能就会越大。收到红包以后，我还会特别认真地说谢谢。原来你小时候已经开始考虑长期投资了。现在想想还挺有意思的。小时候过年前，我甚至会提前练习这些话，平时背课文都没有那么认真。但是快过年的时候特别积极，看来红包确实是一种动力。而且我小时候还有一个习惯，每次出门拜年以前，我都会先在心里想一遍今天要去谁家，为什么？因为有时候还没出门，我已经开始期待那一天了。我会先想今天要去谁家，会见到哪些亲戚，如果有我特别喜欢的人，那天心情都会好一点。现在想想，期待的是亲戚还是红包？我觉得两者都有，不过如果那个亲戚刚好红包也比较大，那期待感确实会更强一点。这句话非常诚实。而且我发现很多小朋友都会有自己特别喜欢的亲戚，这个话题有点危险。哈哈。不过小时候真的会这样。我小时候有一个特别喜欢的阿姨，每次春节她回来之前，我都会问我妈，她什么时候到。现在想想，你到底是在等阿姨，还是在等红包？我觉得阿姨也很重要。红包呢？红包可能也挺重要，这才是真话。而且那个阿姨特别喜欢跟小朋友聊天，每次见面都会先问学校怎么样，最近在做什么，然后才把红包拿出来。我小时候也有类似的亲戚，现在回头想想，他们受欢迎当然是因为人很好，但红包应该也帮了不少忙。不过，我觉得小时候最有意思的事情，还不是收红包，那是什么？是比较红包。哈哈哈，我就知道会聊到这个。我记得有一年特别好笑，我一直觉得自己那年运气特别好，收了很多红包，心情一直很好。结果后来表哥偷偷告诉我他收了多少，我听完以后当场就没那么开心了。最有意思的是5分钟以前我还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小朋友，结果5分钟以后，我开始认真思考为什么他的红包比我多。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我今年拜年的表现不够好。小时候真的会这样，大家嘴上都说不在意，其实心里特别在意。
而且那个时候，我甚至开始分析原因，是不是因为他比我大？是不是因为他成绩比较好？还是因为我拜年的时候说话不够大声？哈哈，这已经开始复盘了。现在回头想想，真的很好笑。我记得有一年过年，我们几个小朋友本来在客厅聊天，聊着聊着，不知道谁先提起红包，结果整个话题马上变了。大家开始交流今年收了几个红包，谁收到的最多，谁收到的最少，甚至有人开始计算平均数。现在想想，那可能是我人生第一次做数据分析。这种画面我完全能想象。而且最有意思的是，每个人都说自己不在意，但是每个人都记得特别清楚。哈哈，这种事情好像只有小朋友做得出来。所以现在看到小朋友收红包，我经常会想到小时候的自己。我也是，而且小时候总觉得春节特别长，红包特别多，快乐也特别多。后来慢慢长大，事情开始变了。因为以前一直等着收红包，后来突然发现，自己好像要开始准备红包了。而且第一次发红包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点不习惯。我也是，那种感觉特别奇怪，好像突然进入了人生的下一个阶段。那我们接下来聊聊第一次发红包到底是什么感觉。刚才说到长大以后开始发红包，我发现很多人第一次发红包的时间其实都差不多。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参加婚礼的时候。我也是，而且我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认真准备红包的感觉，什么感觉？有点奇怪。以前收到婚礼邀请的时候，最关心的是婚礼在哪里，吃什么。后来有一天收到朋友的请帖，我发现自己第一反应居然变成了红包要准备多少。哈哈，这个变化确实很明显。我第一次也是参加大学同学的婚礼，收到请帖的时候我还愣了一下，因为以前大家每天一起上课、一起吃饭、一起准备考试，感觉都还是学生。结果突然有人要结婚了。有时候不是朋友结婚让你觉得时间过得快，而是准备红包的时候，突然觉得时间过得快。这句话特别真实。小时候一直收红包，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坐在那里研究红包。而且研究的特别认真。真的，我记得那时候还上网查过，想看看一般要准备多少。结果呢？结果越看越不知道怎么办，每个人说的数字都不一样，看了半天反而更紧张。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有过这种经历。后来我终于决定好了金额，把红包准备好放进包里。结果第二天出门的时候，我突然开始担心另一件事，什么事？担心自己忘记带红包。哈哈哈。真的，我出门之前检查了一次，在路上又检查了一次。到婚礼现场以后，第一件事还是确认红包在不在。看来那天最重要的东西不是手机。不是，是红包。我第一次发红包的时候也有点紧张，不过让我印象最深的其实不是准备红包，而是把红包递出去的那一瞬间。为什么？因为那一瞬间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已经不是小时候那个收红包的人了。这个感觉我也有过。小时候总觉得红包是长辈给自己的，好像永远不会变。后来有一天，你亲手把红包送给朋友，或者送给亲戚家的小朋友，突然就发现自己的位置变了。我第一次给亲戚家的小朋友红包的时候，印象特别深。那个孩子拿到红包以后特别开心，我看着他的样子，突然想到小时候的自己。以前站在那里收红包的人是我，现在发红包的人变成我了。是不是有点不习惯？有一点，但也挺有意思的。因为小时候收到红包的时候，只知道开心，长大以后发红包的时候，
第一次发现原来长辈当年的心情可能和自己差不多。什么意思？看到小朋友开心的时候，自己也会开心。虽然红包发出去了，但是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心疼。这句话我同意。而且我发现很多人平时会开玩笑说红包让钱包变瘦了，但是到了过年或者遇到重要的事情，还是会认真准备红包。对，因为红包好像已经变成生活里很自然的一部分了。不过说到这里，我发现现在的红包和我们小时候已经有点不一样了。因为微信红包，对，以前一定要看到红色信封，拿在手里才有感觉。现在很多红包已经跑到手机里面去了。而且最有意思的是，有些人抢微信红包的时候，比小时候收红包还积极。哈哈，这个我完全同意。那我们接下来聊聊微信红包。刚才说到红包，我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很少收到真正拿在手里的红包了。不过，红包好像并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存在。对，以前过年看到的是红色信封，现在看到的是微信群里的红包通知。很多外国朋友可能不知道，微信群里可以直接发红包，大家点进去抢，每个人抢到的钱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有一点一直没有变，就是大家看到红包的时候，还是会特别积极。而且我一直觉得微信红包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因为它能让很多平时特别冷静的人突然变得不冷静。尤其是在微信群里，有时候一个群安静好几天，大家发消息都没人回复，结果突然有人发一个红包，十几个人马上出现，好像所有人一直都在一样。哈哈，这个现象真的很真实。有时候我看到群里一直没人说话，还以为大家最近都很忙，结果红包一出来，我才发现原来大家都在。所以我有时候怀疑，很多人不是不看群消息，只是平时懒得说话。红包一出现，大家立刻变得特别有参与感。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特别惨的事情。有一次，朋友在群里发红包，我刚好正在认真回另一条消息，结果等我把消息发出去，再点开红包的时候，红包已经被抢完了。这种事情我经历过很多次，而且最难受的不是红包没抢到，而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知道你要说什么。红包刚结束，群里马上开始出现一排“谢谢老板”，哈哈，对，别人已经开始感谢了，你连红包长什么样都没看见。最气人的是，那次群里几乎所有人都抢到了，只有我没抢到。我当时看着大家聊天，突然有一种自己错过了什么大事儿的感觉。所以有时候抢红包真的不只是抢钱，更像是在参加一个大家一起玩的小游戏。那你抢到过特别大的红包吗？有一次过年，一个朋友在群里发拼手气红包，抢完以后，我本来没太在意，结果后来一看，居然是我抢的最多，当时什么感觉？特别开心。最有意思的是，金额其实没有很多，如果平时掉在地上，我可能都懒得弯腰去捡。但是那天我高兴了一整天，哈哈，我觉得很多人都能理解这种感觉。因为大家开心的好像不是钱，而是运气特别好。尤其看到自己的数字排在第一的时候，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成就感。所以我一直觉得，微信红包最神奇的地方不是钱，而是它能让成年人突然变回小朋友。这句话我特别同意。小时候收红包的时候，会期待自己能收到多少；现在抢红包的时候，会期待自己能抢到多少。虽然形式变了，但是那种期待的感觉其实很像。不过说到这里，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什么现象？小时候有红包，
长大以后还有红包，后来连微信里也有红包。还真是。红包好像一直都在我们的生活里。对，那如果有一天它真的消失了呢？红包全部消失，对，过年没有红包了，结婚没有红包了，微信群里也没有红包了。我觉得很多中国人会不习惯。我也是，而且我发现越长大越觉得红包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小时候觉得红包就是钱，后来慢慢长大才发现，好像没有那么简单。对，比如有时候过年，长辈给红包的时候，其实不会特别在意里面有多少钱，他们更在意的是把红包交到你手里的那一刻。我也有这种感觉，小时候收到红包的时候，只顾着开心，长大以后开始发红包，才发现红包更像一种祝福。而且有时候大家很久没有见面，见面以后发一个红包，好像一下子就有了过年的感觉。所以如果没有红包，春节好像还是春节，但是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我觉得很多中国人怀念的，其实不是红包里的钱，而是和红包有关的回忆。现在回头看，好像很多关于红包的回忆都还记得。对，从小时候收红包到后来发红包，红包好像一直陪着我们一起长大。而且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小时候收到红包，后来开始发红包，现在又看到下一代小朋友收到红包，感觉红包一直都在，只是我们的身份变了。这句话说的真好。形式会变，以前是红色信封，后来变成微信红包，以后可能还会变成别的样子。但是大家想分享快乐、表达祝福的想法，好像一直没有变。不过说到这里，我发现今天有3个词出现了很多次：哪3个？拜年、长辈，还有祝福。先说拜年吧。春节的时候去看亲戚朋友，跟他们说新年快乐，这种活动就叫拜年。比如，我们可以说，春节的时候，我会去爷爷奶奶家拜年。第二个词是长辈，长辈就是比我们年长的家人，比如爷爷奶奶、叔叔阿姨。比如，小时候，我经常收到长辈给的红包。最后一个词是祝福，祝福就是希望别人未来过得更好、更开心。比如，过年的时候，我们会说“祝你新年快乐”，这也是一种祝福。其实，我一直很好奇，好奇什么？其他国家有没有和红包很像的东西？或者小时候有没有一种让你特别期待的节日习惯？如果有的话，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我很想知道，不同国家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故事？其实你刚才说红包，我突然想到一件事。什么事？小时候收到那么多红包，但是很多细节现在已经记不清了。还真是，有些事情明明经历过，后来还是会忘。学语言好像也是这样，哈哈，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很多观众都跟我们说过同一个问题：明明学过的中文当时会，后来又忘了。如果你也有这种经历，下一期汉语微风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为什么学过的中文总是忘？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汉语微风，我是逸晨，我是月宁，我们下期见。我们下期见。